你以前都好多嗜好噶嗬。自己個人大把時間，想做咩咪做咩咯。結得翻係難啲噶啦，唔係一個人話晒事啊嘛。花样年华著名的爱情片，以20世纪60年代为背景，传统而又古典的中国式爱情，让人看了回味无穷。大家好，我是 Ellie， 今天带你来看楼。今天不只是看楼哦，我们还要说故事。时光导流到1960年代的槟城 Georgetown。Le Boeuf Nordin 诺丁路，在这里有一位欧洲海员罗伯特，还有一位槟城本土女孩，漂亮的槟城本土女孩 Susie Wong， 发生了一段不寻常的爱情故事。在渡轮码头，罗伯特第一次见到 Susie，Susie 穿着传统红色紧身旗袍，坐着红色黄包车，罗伯特立刻被她吸引着了。Susie 是镇上最受欢迎的酒吧女孩，10岁被父母遗弃。但他坚强、富有同情心，而且聪明。罗伯特在酒吧再次遇见 Susie， 可是 Susie 和一个叫 Ben 的男人在一起，他声称是她的丈夫。随着他们变得更加熟悉，罗伯特得知道 Susie 是 Ben 的情妇。罗伯特向 Susie 表白他爱 Susie， 并要求她和他在一起。很快，他们就在酒店住在一起了。后来，罗伯特要回家乡了。Susie 同意与他回乡，合法结婚，从此过着幸福生活。相比起《花样年华》，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。对了，所有人都喜欢漂亮的结局。而今天这个故事呢是配角，我们的主角就是我们的新项目啦。新项目就位于 Georgetown 乔治市的 Le Boeuf Nordin， 就是乔治市的其中一条老街。这个新项目是投资型的商业楼盘，可以用作短租用途、商业用途都可以。现阶段主要以短租 Airbnb 为主要目的，预测可以为房产投资者带来高回酬。而高回酬就源自于你的租金还有需求，租金和需求就源自于你的地点、交通便利性、周边的资源，还有项目本身的亮点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项目本身的亮点。以60年代复古经典的风格为背景，加上罗伯特和 Susie 的爱情故事为设计脚本，你会在这里看到以渡轮码头售票柜台设计的大堂 Grand Lobby， 就好像进入了爱情故事一开始的情景。西方和东方结合的大堂，1960年代的邮局，60年代的复古电梯，以火车站为主题的办公空间，怀旧的60年代天井设计的健身房。南洋的复古风，以黑白绿中做搭配的休闲厅，还有读书角落，位于28楼的酒吧，还有 Jazz 酒廊，加上热带国家的室内植物，强烈的欧式和中式特点，复古的优雅浪漫和热情的南洋风。复古的浪漫优雅，还有南洋的热情风，艺术这一回事我不是很懂，不过我现在已经可以幻想到那个画面了。OK， 我们从滤镜出来，我们看看楼盘了。现在，楼高29层，总共单位603、377方尺和603方尺，珍贵的永久地契。坐落于 Nordin 街，有乔治市 Comta Tower 的景观、信州桥景观、哲卢洞景观、滨州大桥景观，都是无遮挡的。地点就是乔治市 Georgetown 的市中心，周边有很多的旅游景点，比如新市桥、壁画街、古迹区，周边设施有商业广场 Comta 0.65公里就到 Prangin Mall 0.85公里就到 Penang Times Square 1.3公里就到本地著名学校、国际学校、医疗中心等等。而最让人期待的 Bayan Lepas LRT 其中一个站就距离我们项目400米步行就到。
而这一些呢，都是我们所谓的周边资源，都为我们这个项目加分不少。再加上呢，在我们这个项目，我们是有公司自己的团队专营 Airbnb， 就为这里的业主呢经营这个出租还有管理的服务。一个房间的户型售价为马币593千，户型可以住3到4人，每一晚是收马币200到300。那出租率75%的话，每一个月是收租4200到6300。如果是以马币5000块为计算的话呢，我们扣除 Airbnb 25%的这个营运费用，那这里的业主呢，他就可以得到8%的这个租金回酬了。这算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项目。繁华、历史、怀旧还有文化的交融，是我们槟城的这个特色文化。在2008年，槟城乔治市就被列为联合国全世界文化遗产之一。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古迹、百年老街，还有陈旧老街。那还有就是3大民族语言的路牌，还有让人垂涎3尺的特色美食。好了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一个投资项目。那如果大家想要过来这里参观或者了解更多关于这个项目的话，可以联络我的这个电话号码哦。那么当然记得点赞、订阅还有分享，我们就下一集见了，拜拜。OK， 来1、2、3啦，都有了 ，OK 啊 ，OK 了 ，OK 啊，1、2、3啦。OK 啊。